大家好，歡迎來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青蛙服務器。目前來說啊，你只要花10塊人民幣啊，青蛙服務器永久抱回家。那它能不能搭建我們所要的代理節點呢？好，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做。好，首先我們進入它的官方網頁，我們这裡選擇青蛙，它是一次性买断啊，永遠免費。內存256兆啊，磁盤3GB 啊，它的系統 ALPINE 系統5波兰幣啊，折算下來相當於10塊錢左右人民幣。那它有一個限制，3個月未登錄的話，服務器將會被刪除。我們等會操作一下，利用 GitHub 定時來登錄 SSH 進行一個保活。那我們現在開始激活服務器啊，我們點擊激活我的服務器，這個就是一個註冊的界面啊。那它這裡的支付方式啊，那然後下面的訂單就是你的注冊信息了。這裡的話，大家要在谷歌裡面找一下波蘭的身份生成信息。那這裡2個梅花記號你打勾，然後下單並付款。那你注冊完成之後啊，你的注冊郵箱會收到相關的注冊成功的郵件。打開郵件之後，你就會發现啊，这位大叔向我們友好的招手啊，這應該是他們的管理員了。關鍵是大家要找到這一個 VPS 的登錄信息。第一個就是 VPS 的服務區啊，第二個就是你的登錄用戶名啊，下面一個是登錄的密碼，然後再下面這一個是登錄的服務器名稱，下面一個 SSH 登錄的端口，同時郵箱又會收到這樣一份登錄郵件啊，我們點擊順利的進入到這個界面，這個就是一個正式的一個控制台界面。它有3個功能：重啟、恢復你的服務器，你這裡要打個勾，輸入你的電子郵件，再點擊確認，這是第一個功能。第二個功能就是重置密碼，這裡點擊我忘記了我的 VPS 密碼，然後輸入你的郵箱，然後點擊重新設置密碼。然後第3個功能就是重裝 VPS， 點擊我想刪除所有的數據，然後輸入你的郵箱，點擊重新安裝 VPS。注意，相關信息重置之後，你的密碼可能都會變啊，你要時時刻刻關注你郵箱的動態。現在我們就要登錄 SSH， 我這裡用的是 Xshare 8主機域名或者 IP 地址，那它這裡給我們的是一個域名啊，那我們就用它來進行登錄。端口就是這裡的11971，然後驗證這裡的用戶名 frog， 密碼就是這一個。OK， 然後我們點擊登錄 SSH 就這樣登錄了。然後我們說一下它的幾個關鍵信息。第一個啊，它是屬於 NetVPS 的，所以它的 IPv4 的端口是沒有全部開啟的，但是它的 IPv6 所有的端口都是可以用的。第二個信息，你會發現它這裡有3個端口，我這裡是21971、31971、41971。那這裡的話是針對 IPv4 來說的啊，所以說 IPv4 的話3個端口是可以用的。那搭建之前我們必須要先 root 一下，所以我們先要輸入 sudo -i 回車，然後它會讓你輸入密碼，密碼的話就是這一個登錄 SSH 的密碼，我們複製一下。好，粘貼，雖然沒有顯示，但是它其實密碼是已經輸入了啊，回車。OK， 接下來運行我們的腳本。那腳本的話，勇哥這裡還是使用自己的 XUI 腳本以及 ThemeBox 腳本進行一個快速的搭建。首先試一下 ThemeBox 腳本，打開勇哥这個 ThemeBox 腳本項目，拉下來，大家可以找到 VPS 專用腳本啊，就是這一個腳本。我們點擊複製，然後粘貼，回車。它會自動進行一個安裝，選擇1，安裝，回車，然後使用的內核，我們這裡直接回車，然後選擇證書啊，我們這裡快速搭建，依然選擇回車自簽證書。然後端口這個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直接回車，那它生成的4個端口都是隨機，那這樣的話，你的 IPv4 就用不了了啊，你只能用 IPv6。那我這裡直接選擇2，我用自定義啊，首先第一個 Reality 的端口。21971回車，
然後 VMAX 加 WS 的端口繼續用 IPv4 啊，下面一個是31971，下面 HY2 它的 IPv4 端口41971啊，41971，下面 TOIC 的端口，那我3个端口已經用完了，搞一個隨機端口啊，當然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3個 IPv4 端口隨便自己分配，只是隨機端口它的節點只能用 IPv6 網絡啊才能通啊。等會我們可以看一下啊，那我這裡 TOIC 我就隨機吧，回車。那接下來它會檢測到啊，你是雙站 VPS， 你必須要選擇 IPv4 配置輸出還是 IPv6 配置輸出。一般情況下 NetVPS 選擇的是 IPv6， 有些 NetVPS 它的 IPv4 端口都是不能用的。那這裡的話我選擇1，因為我配置的就是可以用的 IPv4 端口，回車默認。這樣的話4個節點就都出來了，你可以複製單個節點，也可以4合1 4個節點一起複製啊。那我這裡就把4個聚合節點都給複製一下啊，然後打開我的 V2N 服務器，從剪切板導入。那我們這裡快速的拼一下，只有 TOIC 是不通的啊，其他都是通的。注意 V2N 目前還有個 bug 啊。4000證書這裡必須要修改下啊，改成 TRUE IPv6 地址要複製一下，粘貼，確定。當然我現在沒有 V6 環境，還是用不了的啊。那我們這裡試一下，比如說 Reality 節點啊，設為活動服務器，然後開啟自動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這裡的延遲已經有了啊。IP.SB 我們看一下。它的相關信息都已經出來了啊。那我們打開谷歌，只是谷歌這裡的話把它認定為德國了。OK 啊，現在我開啟了 IPv6 網絡啊，我們再測試一下。那這個節點應該是可以通了啊。我們測試真連接。OK 啊，已經通了啊。全部把它複製為 IPv6 啊，因為我現在有 IPv6 環境了啊。只要記住啊 ，IPv4 必須對應這幾個端口就可以了。那我們這裡再測試一下真連接 ，IPv6 是隨便哪個端口都可以啊。哦，剛才斷掉了啊。我們這裡快速進入一下 Sandbox 腳本的一個運行狀態啊。那有一些小夥伴說 ARGO 可不可以？那也可以啊。那 ARGO 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可以選擇3進行 ARGO 的一個配置啊。這裡選擇3，然後使用 ARGO 臨時隧道。OK 啊，臨時隧道啊 ，OK 啊，臨時隧道也是可以的啊，包括固定隧道也是可以。輸入 SB， 然後輸入9，查看 ARGO 的節點啊。這裡就有一個 ARGO 節點啊。ARGO 節點我們導入啊，然後真連接測試啊，它也沒有問題，是可以通的啊。OK 啊，目前這裡只有一個43系端口啊，可以改成80系端口啊，這個 ARGO 都可以隨便變啊。OK 啊，那現在我們要安裝 XUI 腳本，勇哥的 XUI 項目，複製 XUI 腳本。選擇2，卸載，然後我們安裝 XUI。當然 Sandbox 和 XUI 都是可以相互安裝在一起的，只要端口不衝突，但是也沒什麼必要啊。OK， 然後選擇1，安裝 XUI， 回車，登錄用戶名啊，這個隨意啊，大家不要跟我一樣啊，一定要複雜一點啊。然後這裡的端口啊，注意端口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有 IPv6 環境，那無所謂，隨機。隨機啊，如果你沒有 IPv6 網絡環境，那你就要選擇它給你的這個 IPv4 的端口，這3個啊，21971吧，回車，然後跟路徑隨意啊。那我這裡就不申請證書了啊，是一個 IPv4 地址 ，OK， 繼續。好，那 IPv4 的地址已經登錄了啊，那我們輸入用戶名、密碼，登錄。那現在我們快速進行一個節點設置啊，搭建一個最新的 Reality X HTTP， 我們選擇 VLAX，
注意还是這個端口，如果你有 IPv6 網絡啊，這個端口隨意啊，隨便寫。如果你沒有 IPv6 網絡的話，那你只能用它給你的那3個端口 IPv4 端口啊。然後下面傳輸協議就用最新的 XHTTP， 然後域名證書選擇無需域名證書啊 Reality 啊，這個是小白最方便的一種方式。添加，然後點擊操作二維碼，直接複製，粘貼到 vTools N， 從剪切板導入，然後我們看一下真連接，肯定通的啊。那有些人說 IPv6 行不行啊？那我已經有了 IPv6 網絡啊，无所謂了。通不通呢？ IPv6 肯定也是通的啊。這裡名字忘記寫，名字隨便寫一個。IPv6 網絡啊 ，OK， 我們測一下，也是通的。OK， 我們設為活動服務器啊。OK 啊，右下角相關的延遲以及 IP 已經出來了啊，那說明這個節點也肯定沒有問題。那勇哥的 XUI 也有 ARGO 功能啊，那相關的教程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教程。那其他的節點我就暫且不演示了啊。接下來我們說一下3個月保活，那勇哥這裡也列出了這個文件啊，在 XUI 這個項目裡面啊，大家可以找到這個 ssh.yml 新建一個私庫啊，那大家可以點擊右上角加號，這裡選擇第一個，然後名字隨便寫一個，注意點擊這把小鎖，說明是私庫，然後下面 add 打勾啊，然後點擊創建，點擊 actions， 點擊創建一個 workflow。把勇哥這一個 ssh.yml 複製過去，粘貼。那這裡的 CRON 我這裡默認設置的是什麼？每7天，每天12點執行一次啊。那這個 CRON 規則大家可以利用 ChatGPT 或者谷歌自己找一個自己喜歡的間隔運行期啊，這個隨便改啊。關鍵這裡大家要改的信息就是用戶名、密碼、登錄的域名以及端口。那我們還是根據這個信息進行填寫 ，OK， 搞定。然後點擊右上角綠色的保存，點擊保存，保存。這樣的話，它就會按照規定的時間自動運行。那我們現在手動運行一次，看一下啊。點擊 Actions， 點擊左邊的 KEP， 然後點擊 Run Workflow， 點擊綠色的 Run Workflow， 然後點擊刷新頁面，已經在運行了。非常快啊，就那麼10幾秒鐘 ，OK 啊，15秒，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過程，點擊 ，OK， 這樣的話就登錄了一下 SSH， 那它 VPS 的落地呢是在歐洲的芬蘭、德國這裡啊，那所以相對離中國就比較遠啊，那延遲也是非常高的。再說是 NetVPS 啊，那它的 IP 啊，可想而知也肯定不是獨立的 IP 啊。当然，如果你肯花這10塊錢啊，體驗一下這個青蛙 VPS，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體驗一下。好，那今天的教程就說到這兒，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